哎，老师晚上好，王老师好。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新疆二路的动作内容。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借助着这个课前时间呢，给大家解决一下上节课老师们出现的问题。好，好，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我是刘佐龙。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去讲解新架二路里的一个内容。首先呢，咱们还是同样去解决一下上一节课同学们所碰到的一个问题，因为老师们会在群里面，一部分老师会发到群里面艾特我，让我看那个咱们老师练拳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练拳的这个这个，这屏幕哎好了。好，那么先给大家说一下老师们在这个视频里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有的老师练拳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会随时找我去在群内沟通。那么咱们今天呢，去给大家去处理一些以前老师们经常犯的错误。好，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在练习新架二路的时候，从第一节课就给大家讲过，我们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新架二路，它对我们的腰胯左右转换要求是非常高的，对于你尽力的一种感知感受也是非常高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在群里面看到一个老师和咱们拳友在一块儿聊天嘛，你说腰胯呢它不是学出来的，它是练出来的，对不对？其实我很赞同这个老师说法呀，就是腰胯确实是一个练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学出来的东西。我们知道了方法以后，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的这个积累，才能逐渐的把这个腰胯灵活运用到自己的这个练拳过程当中。那么新架当中最要求的是什么呢？左右腰胯开合的一个配合。随着你的重心在原地没有转换的过程当中，通过腰胯的左右闪动、左右开合这种小劲儿，来让你的手腕、梢节出现这种尽力的一个抒发。那么有很多老师呢，对于这个尽力的抒发还是不太了解，所以说咱们利用课前的一点时间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如何才能去找到这种尽力通过腰当胯的开合和螺旋，然后传达到你的梢节上。当然，我给大家说的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大家在学会方法以后，也是要去练习的，明白了吗？这个跟我们的身体各部位的构造关系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点，我们在练习新架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得从老架一路当中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就是一个松。什么松？它不是说让我们整个精神身体上放松，而是说是肌肉与筋膜之间的一个放松。当然这句话大家有时候听了很云里雾里，说身体放松不就是筋膜，不就是肌肉放松？实际上身体放松和我们说的筋膜放松是不一样的。有的老师不是好奇吗？为什么有的人打的发力，弹抖力量非常强，有的老师发力打出来就特别硬，对不对？明明都是放松的挥出来了一拳，但是到最后的这个顶点以后，有的老师弹抖很强，有的老师却弹抖很弱，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进行放松的时候，大家都是统一的，对不对？周身放松，浑身上下都是这种软软的状态，对不对？那么当你放松的时候，这第一个怎么去让力量到达梢节的理由就出来了。当我们左右的腰当胯从侧面看一下，当它产生开合的时候，那么你的身体会左右来回的去旋转，是螺旋，对不对？那么我们想要把这个螺旋的力量去送出去，那首先你要知道一个点儿，我们的力量是怎么出来的？是怎么出来的？怎样才能放到你的梢节上？好，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进行左右松转的过程当中，看好你的肩膀是不是在前后的一个运动，对不对？那么当你前后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把你的手臂到你的这个肩膀这个位置看作是一个枪膛，看作是一个枪膛，枪管和枪膛之间里面装的是不是子弹，对不对？那么我们所说的子弹呢，其实并不是你的拳头，而是什么呢？而是你在运行过程当中的气息。气息，到这好多人迷了，老师气息是怎么在身体里的？
好，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出拳的时候，你把这个送出去的这个子弹通过你的身体推出去，是靠拳头来出的话，这个就犯了我刚开始给大家说的，你只是靠了肌肉的紧张，而不是筋膜的紧张，让自己产生弹抖或者是力达烧结。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因为当你的肌肉在紧绷的状态下，它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劲达烧结的状态，即便是你预备的过程里面很松，然后打出来的一瞬间，你这猛一下一紧，你的力量都出不来，直接就憋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松并不仅仅是肌肉的松，而是筋膜与筋膜之间的松。大家都知道，筋膜之间，就咱们吃没吃过那种牛肉火锅，对不对？牛肉火锅最新鲜的时候，你把它那个肉的纤维给它撕开，它的底儿会有一层白白的膜在连着这些肌肉，对不对？我们身体也是有这个东西的，这个就叫筋膜。那么当我们在出拳的这一瞬间，或者是尽力送达的一瞬间，你想要让它产生这种非常柔软、非常松柔的感觉，靠的不是你的肌肉，而是筋膜的牵引，这时候老师很多会有好奇，老师那筋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刚才说了是牛肉上的那种小白膜，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让你应用到那个地方？首先第一个要领就是让你的肌肉先松下来，你的身体上有个这种类似于像皮筋的这种筋膜组织，那么你就让你的筋膜进行一个收放这种有弹性的一个运动，就像一个皮筋一样，你皮筋上拴的那个小铅坠子是你的拳头，对不对？那么你想办法把拳头送出去的时候，你的筋膜是在拉长，那筋膜拉长之后，你的筋膜是不是拉长到极限了以后会收缩回来，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劲力的传导，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松的一节一节的把力量送出去的这种感觉。那么我们的关节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胳膊它不是只有筋膜，对不对？它有肌肉和骨头一起组成的，是吧？所以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让你的筋膜最顺畅的抒发出去，那就是肌肉的放松和骨骼的向外牵拉。怎么样去牵拉？沉肩坠肘，将你的肩窝打开。咱们可以试一下，你把手伸到这个位置，那么当你的肩窝托出来的这一瞬间，你的手看到没有，还能再往前伸出个1寸到2寸的距离，对不对？对不对？就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当你的筋膜产生一种拉伸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回弹，是吧？那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自己的骨骼和肌肉通过一环一环的将自己的每一寸的关节、每一寸的力量，通过螺旋贯通的去给它放到烧结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放松，比方说走这个圆的时候，你再看你走的是骨头吗？不是，对不对？你走的是身体筋膜上的一种柔软性。所以说很多老师在好奇这个道理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就是先把你的肌肉学会放松下来。那像那个老师给我发，有一个老师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他的那个动作做起来让人看着非常别扭。怎么别扭？他把所有的力量甩到了自己肘关节上，让自己的手形成这样的螺旋。那你说这种劲力是停到哪了？停到哪了，对不对？他把你的这个筋膜的前后的距离变短了，变短。本应该你的筋膜是要走到你的烧结，甩起来以后，你看到没有？你的手的烧结是要送出去，是这种送出去的这种感觉。但是他把自己的这个筋膜呢放短以后，放到哪？放到了自己肘关节上。那么你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你再去运转，你的手就成这样运动了。那这种还叫劲达烧结吗？这就不叫。你这是通过人体运动生理学的甩臂的一个惯性，整个大臂是紧的，肩膀是紧的，就剩你小臂是松的了。然后你小臂不叫松，还是一种卸。然后这样甩的过程当中，哎，一走动动，就是一走，你觉得这样还有力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的劲儿根本就达不到你的烧结上，你剩下的只有一个卸掉的一个松劲儿。所以过程里面你没有通过筋膜，没有通过骨骼，没有通过肌肉这样的一系列的反应，将你的劲力达到烧结。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就是堵的，你所有的劲儿都堵在了这个肘关节上，明白了吧，老师？所以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去点名了，去给某一个老师去讲，这样的话会引起不和谐。所以说我只能给你点到这儿了。劲力
能不能透到你的梢节，看的不是你的肌肉紧不紧，看的也不是你肌肉在最后一瞬绷得很紧。看，给大家打2个发力的形式，比如说蓄力、放松、出拳。第一种形式是，我的手是不是也是在放松的情况下打到最后也是紧的，但是我很硬。那如果再放松一点呢？这种弹抖是不是就和第一种弹抖就不一样了？它的抖动会更大，寸劲会更长。为什么？因为你的手把筋膜送出去了，因为你的肌肉在你发力的过程当中，只有你的拳头是硬的，所以你的筋膜会打开，把你这个劲儿送得更远。但如果在你最后紧张的那一瞬间，把整个手臂都绷紧了，你的筋膜和肌肉全都是紧，你的力量就全憋在身上。所以说很多老师说，老师为啥我的发力和老师讲的一样，都是到最后一瞬间把拳头握紧了，那我的劲儿还是出不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懂到你松的地方到底是哪里松，紧的地方是哪里紧。所以过程里面老师们要自行体会。为什么说讲这个发力？其实发力和你刚才走的这个力量是一样的。你把劲儿停在这儿，你把筋膜的长度停在这儿，那你只能这儿甩。那如果你把筋膜停在这儿，那么你出来的这一瞬间，就像我跟你说的，你是个皮筋拉了个铅坠，咚出来了。所以你最重的地方就是在你的拳头上，它非常有穿透性。但如果你在打出去的一瞬间，你也是紧，但是你把你的手紧的跟钢筋棍一样，那你的透劲还在哪里？完全就没有了，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去讲的这个道理。不管你是在松柔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起势这种松柔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吗？或者是你在发力的瞬间紧张过程当中，你都是要注意看肩关节它都是有一个看到了吗？放出去，在瞬间轻轻收回来的这种感觉，这是我做了慢，快的话大家是看不出来的。实际上你的拳头多长了半寸，这样子就有足够的力量去体现你的寸劲寸在哪，你的穿透性穿在哪，明白了吗？不要小看这小小的1寸2寸，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在这里。好，那么今天的这个简单的课前的一个讲解就给大家到这儿。后面来我们继续学习新疆2路里的动作。上一节课呢，我们学完了云手的前3后3，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学习高探马，还有这个后边的2个3连续发力的动作。大家很喜欢这种发力的这种身法转换，这种寸劲儿的这种崩弹。好，来今天教大家。好，首先来第一个，咱们从云手结束之后是变高探马，对不对？插步云手结束。好，双手接平之后，像咱们老架1路里边类似的动作，开步斜前方走，双手左逆右顺下捋，左手上领，右手顺缠掌心朝上捧掌。踮脚跟步，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踮脚跟步的过程当中，不要在这儿停留了，而是直接进行一个收，双手左逆右顺上捧，左手自然搭在右手小臂内侧。好，顺势跨步打开双逆缠，重心右腿，双手向两侧打开，两手合的位置，左手与右手在自己的两膝上方。好，这个过程当中来，松右胯当走后弧，左移重心，右手逆缠，后捋摆掌，走双顺缠，折叠合于耳后，后右脚脚尖，顺势扫左腿，收步，对拉外捧，高探马。好，镜头什么的有没有问题？没有吧？易云老师上一节课已经讲解过了，易云老师。如果你有买这个课程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课程回放。然后，好，来我们继续。上一节课已经把所有的动作给大家说过了，这个方向问题了。好，来结束之后，来再来一次。好，双手接平，对拉开步。好，当走后弧下捋，左移重心，左手逆缠上捧，右手顺势搓掌，扣右脚脚尖，踮脚跟步，双手相合，双逆缠上捧打开，开右步，重心移至右腿，两手顺势开平，左手与右手形成外三合，合于自己的膝盖上方，右手逆缠下捋，左手顺势外捧，这时候松右胯，身体右转，左手随着身体右转外捧，右手逆缠下捋，
好，当右手划过自己的臀瓣外侧环跳穴时，转顺缠，折叠至自己耳后，扣右脚脚尖，扫腿转身，顺势推掌外捧，螺旋。这个地方的高探马呢，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所有的高探马的动作都是身体微微偏朝左侧的，右手与左手形成一个上下的一个对拉，前后的一个对拉，把劲力放长拉远。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正好呼应到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理论，你把你的肩窝要放长。很多老师说，老师这个高探马就身体坐正，就做成这个样子，这是不对的。高探马的动作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把手臂拉长，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尝试着按我刚才说的，你把肩膀的这个筋膜向远处去放的同时，你的这个中指，右手中指会有更大更强的这种拉伸感和气感，所以过程里面的左手与右手要形成一个对拉打开相合的动作。好，来再看一次，合到位以后，走，双手接平，右逆左顺，对拉开步下捋，左逆右顺，扣右脚脚尖，踮脚跟部，手和脚合，逆缠胯部打开。好，松右胯当走后弧，左移重心，左手逆缠外捧，右手逆缠下捋后捋，扣右脚脚尖，折叠至耳后，扫左腿转身，顺势对拉外捧，然后身体微朝左侧，将右侧肩关节打开，把劲力放长拉远。左手啊，看哈，这个地方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手往后，不要往后，自然的放在自己的丹田偏左侧就可以了。高探马。好，来再来一次。好，哎，从这儿。好，一上领对拉开步，二下捋当走后弧移重心扣脚尖。好，三手和脚合，四手开脚开外捧重心右腿。好，五松胯转腰前捧后捋扣脚尖折叠。好，六扫腿转身，七对拉外捧。好，来换个方向看一下，到这边走好，领手下捋对拉，捋至扣脚尖，左手上领，走上步相合，手和脚合，胯部打开，手开脚开，下沉。好，松右胯当走后弧，左移重心捋过来，折叠扫，折叠扣脚尖相合，扫腿转身，对拉外捧。好，再看一次啊，跑的有点远，你看，走，领手下捋扣脚，上步手和脚合，胯部打开，手开脚开。好，捋扣脚转身外捧。好，侧面来看一下，走到这里，捧出去以后，好，双手上领相合，下捋开步扣脚尖，上步手和脚合，胯部手开脚开，下捋转身，扣脚尖，扫腿转身，扫过了。好，来这边再看一下，啊，走，好，领手下捋，上手和脚合，胯手开脚开，捋扣脚，转身扫腿。哎，扫过了，习惯了，扫腿转身。好，来，那么这个是咱们的这个云手到高探马的一个动作。好，那么首先这个动作有以下几个重点。第一个，咱们在做插步云手的时候，很多老师打老家一路习惯性的会下捋跟个步，这个新加二路当中是不需要下捋跟步的，直接进行一个插步相合，然后下捋打开就行了。这是第一个重点。来，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有很多老师习惯性的在这个地方，像练一路、二路拳都习惯了，上边以后手和脚合，把这个脚停到这儿。新加二路里面讲究的这个身法速度是要比较快的，
它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示范的时候是停一下，为了让大家看动作。实际上它在练习起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把动作联系起来。下来以后，上部一合，直接转身打开，它是一个这样的身法，所以说它是连贯不间断的，连贯不间断的。所以在这儿就是第二个重点，身法要求要连贯不间断，身法一上，唰顺势打开，要接连去走这个劲力，不要让它断掉。好，第三个重点它就比较重要了。当我们在做到，我看哪个方向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好，就从这边吧，从这个地方。好，当我们在做高探马的过程里呢，我们的重心在右腿。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都知道，练高探马的老师们都了解，练习高探马需要有一个右脚的扣脚尖，对不对？那么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实腿不能扣脚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右腿向里扣脚呢？那就是将实转化为虚，对不对？好，我们双手打开，立身中正，折叠下沉以后，好，这个过程当中，看好，随着身体的松右胯，当走后弧，右移重心。那么身体右转，身体左肩会朝前，右肩会朝后，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松右胯，这个手，左手与右手顺势就形成了一个下沉的一个相合，看领手腕下沉相合，这样在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了咱们的前蓬后捋的一个小缠丝，类似于左右后捋的缠丝，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松沉，随着身法的下沉，将两手进行一个小相合，小相合，然后不要贴一起，尽量的随着身法的旋转松胯的这个传导到你的这个手掌和左手和右手上。这个过程里面就需要我们做到松胯转身的一个捋掌。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一个双顺缠？这个地方有的老师是讲的是过胯变双顺缠，那么有的老师就跟我一样讲的是过环跳变双顺缠。其实这个呢，两者之间的动作它是差不多的，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分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和咱们的腰胯的开合角有关系。有的老师转到这儿就转不动了，所以说他的手是往这儿撩的，直接合到这个位置开始转身了，对不对？那么有的老师腰胯合的这个夹角比较大，看到没有？这样一撤一转身，这个身法能转得更长，劲力拉得更长，所以再扣脚再转身，这样都是可以的，这个动作比较贴近于个人风格的一种形式，有的老师做的大，有的老师做的小。那么老师们看我打的新加二度，动作幅度都是比较舒展一点，对不对？所以说我的旋转角度是要比较大的。那么老师们也可以，如果说老师们的这个身体呢，毕竟咱是跳跃式的一种提高，对不对？咱们从老家一路直接跳到新加二路，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如果说没有那么大的旋转角，那就从腰这儿直接转，无可厚非，是可以的，不算错。好，那么在这里呢，就这一个小重点了。再往后的高探马，我们转换完之后，扣脚尖相合，扫腿转身，这个高探马的要求和我们当时在运转老架一路时的高探马要求是一样的，而且这个还少转了半圈。这就是为啥我有时候练的时候会习惯性的多转一点，因为咱们的那个高探马是转了大半圈，这个是只转了小半圈，90度。所以这里呢，给大家提个醒，练习的时候不要转多了。好，那么来，我们这个地方讲完以后，下面呢就开始讲这个高探马的这个劲力。因为转过身以后，这个高探马的劲儿，它的新架、老架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然后给大家去讲这个劲力。首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上部的手和脚和根部，然后胯部的手打开。很多老师不理解这个双手同时打开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大家可能也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有一部电影里面是在那个太极张三丰里面演的，其中里面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一开步，这个双手同时向下，这种直接捧下来磕下来的一种动作。那这个动作的劲力呢，其实就在于我们开步之后，腰当转换往下沉的这一下。很多老师不理解到底干嘛的，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相合，类似于什么呢？当我们的这个右腿卡住，右腿和自己的右手定身法的同时卡住对方的身体，卡在哪呢？
卡在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的手需要干嘛？只需要顺势下沉，就直接可以击打到对方的胸口，或者是直接击打到对方的脖子。那么我们在这个动作里面所需要做到的劲力，其实就是腰当胯的一个折叠。因为很多老师一开步，重心直接平移，唰就这样打开了，对不对？侧面看一下，直接这样开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少了一个身法的一个螺旋，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打开的过程当中，你看当走后弧，看到了吗？有一个这样松胯相合的一个坐沉，身法由左向右的一个小螺旋，由左向右的一个小螺旋沉下来。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可以将自己的肘劲儿和肩关节以及腕关节同时产生一个周身相合的下沉，把劲儿沉下来，然后进攻到对方的胸口部位或者是颈部部位。所以这个劲儿主要是强调一下腰当的螺旋。好，那么后面很多老师会说，哎，老师这种动作到底是干啥？因为老架一路也有，新架一路、新架二路也有。这个动作呢，新架当中走的近路，走的这个角度比老架的大。那么老师们就有些好奇了。好，首先这个地方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当我们打开之后，身法的这样的一个旋转，注意我给大家说的是一个什么缠丝，对不对？左右后捋缠丝或者是前蓬后捋缠丝都可以，因为左手是走了一个向外的劲，右手走的是一个向内的劲。大家注意这个动作实际上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没有这么大，大家就是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方向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左手的外蓬与右手的对拉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为了将劲力放长拉远，和对方保持距离。如果说手还是过来了，那么我们的手这样的转换是干嘛的？主要在于这个下沉的相合，明白吗？在于这个下沉的相合。很多老师练习高探马都是一转一扔手直接就过来了，这个地方是没有相合劲儿的，所以说相合劲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点。手过来之后，我们的左手与右手就形成了一个折叠式的相合，看到了吗？折到一块是一个基本上趋于直角的动作。那趋于直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左手拿着，你想象拿的是对方的胳膊肘，右手拿的是对方的手腕。那么在你这样去旋转去相合的一瞬间，看到没有？你的身法是不是在旋转的过程当中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你的这个扫腿和转身以及相合是干嘛的？不就是为了把人手腕窝下去以后再接个转身吗？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就给它放下来了，就给它放地下了。那么这是一阶段的动作。那第二阶段呢？所以还是那句话给大家说，我讲的一种应用方法只是其中的一种。你像还有很多老师有不同的这种解释，那不是陈正雷老师的原话：1000个人练习1000个人练习太极拳，就有1000种不同的用法，对吧？所以说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一种36路小擒拿手里的一种擒拿的方法。所以过程里面有一种这样的动作，36路小擒拿，大家可以网上找一个视频，有很多这种类似于小擒拿擒手腕的一个手法。大擒拿是分72式还是74式？它那个动作是走的都是大关节，比方说脖子、肩膀、腰，甚至腿，都是锁的大关节。小擒拿是锁的小关节。所以这里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擒拿手里的一些小动作，靠的是你的手肘和身法螺旋下沉的一种相合。你看咱扫腿的时候，是不是手与脚形成的这种统一螺旋的这个劲力往里去合，对不对？周身有一种向里去裹的劲儿，裹下来的这个动作就形成了一种锁技，锁着对方手肘和手腕，然后进行一个向里的推合。那么再加上你的转身，就形成了一种擒拿接摔法的动作。所以这些细节的话，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就是关于擒拿手的动作。你可以将这个动作，你可以将这个高探马的动作开发的更多。所以在这儿只跟大家分享一种，能记住这个动作，不要想着你怎么能用出来，你就想着这个动作的劲儿是这么走的。所以说，当我们在走高探马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往这个地方去形成一种周身的相合和扫腿的一个身法的一种相合。所以你的劲儿这么练，为啥老师说有假想敌去练？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劲儿是整的，你知道该怎么用劲儿，气感会往哪去走。如果你光在那想我练的就是个壳子，那这个东西气感就没有了，就消失了，整个劲力是散的。
好，那么这个到这儿以后，高探马的这个对拉，再简单不过了。对拉体现的是什么？胸背的开合，身法的旋转，肩肘的放长，对不对？那你肩肘放长是为了干嘛？击远嘛，对不对？手要放长击远，进路要长，力量要整。那你这个时候就像刚才给大家说的，皮筋儿拉着铅坠送出去，对不对？那你这样去走的时候，左手往下拉，右手向外捧，形成了一种这样的一种对拉劲，对不对？有很多老师问好奇，我说老师，我的手会抽出来，抽回来。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肌肉的回弹，筋膜的回弹，本身是有弹性的。放松，你看拉到这儿以后，擒住对方的手，旋转，就这种感觉，这样的一种小发力。好，那么这个就是咱们高探马的动作。好，来下面一个三连发力。很多老师说，哎，老师这个劲儿我发不出来，来先学动作。好，从高探马开始，正面给大家看一下。高探马，好，这个地方有很多种练法，在这先给大家说一种，有直接去找手的，先说几种啊，先有直接去找手的，接个下捋，然后收回来变雕托，松左胯当走后移重心，然后啪推出去，然后再重复这样的动作。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有一个螺旋，看好，走相合螺旋，横出去以后，好，再下捋，再撤步，再收，再打。那么这两种呢，是我见到迄今为止最常见的两种衔接动作。所以说在这儿的话，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话题，就是不要觉得动作不一样，它就是错的，可能是人家的教学风格，包括老师教的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儿呢，咱们稍微提高一下辨识度就可以了。所以好，来，那么我们继续推出去之后，来，我们以什么开始呢？以螺旋，因为咱们陈正雷老师体系的这个老师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都是以螺旋为主。所以说在这里看哈，松右胯去找咱们的这个当时给大家讲的这个懒扎一的这种螺旋的一个劲儿，它是一样的。推出来以后，你看松右胯相合，整个身体向右去折叠，形成一个下沉领腕的动作。好，当走后虎，左移重心，这时候左脚虚脚踏实，右手领腕与左手手腕形成相合。当走后虎，重心再移到右腿，逆缠外捧，捧出去。好，捧出去之后，来顺势再松右胯，双手打开，左手逆缠，右手顺缠，下捋的同时向左横跨左步。这里面呢，有的老师说，老师这是脚尖落地还是脚后跟落地？在这给大家说一下，我一直是脚后跟落地的，因为我在这练习的过程当中一直是以胯部为主，没有以这种侧部为主。一会儿给大家讲攻防含义的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好，下捋的时候，胯部打开，好，当走后弧移重心，踮脚跟部收起来变雕托，右脚虚步。好，继续走动作，松右胯，身体微向右转，双手顺势领掌下沉，右手逆缠，左手顺势沉往下坐，开右步，脚后跟先着地，当走后弧移重心，合右胯跟左步，这个地方有点像咱们的云手，合右胯跟左步，跟步的时候接顿脚发力，是一个顿脚发力。好，再来看一下，走高探马，走1、2、3，好，胯部打开，下捋变雕托，收右脚，右脚虚步点地。好，领腕松左胯，蓄力开步，移重心跟步。好，连续3次。好，再下捋，再撤步，收，开步，再收，再开。好，来再看一下，走高探马，好，1、2、3，好，下捋走4，收步。好，胯部打开，走1，收2、3。好，来换个方向给大家看一下背下。
高探马，走松，下沉，合住外蓬，撤步，跨步，收，开步，再收，再收，好，来换个方向，这边走1、2、3、4，收起来，走1、2、3，好，换方向，这边走1、2、3、4，走1、2、3，好，来，好，开始给大家去讲这3连发的一个重点。稍等一下，大家，几秒。太热了，把空调关一下，连着发力，挺热。好，来，我们来继续去讲解这个连珠炮3连发力的这个动作。好，首先第一个，我们在进行雕脱手的过程里呢，首先有2点。第一个，我们先要将高探马的这个螺旋弄清楚。这个螺旋其实最简单了，动作重点和咱们的懒扎一的这个动作重点是一模一样的。懒扎一的转换到溜风四臂它是相同的，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主要就是我们是从一个虚步开始的。那么到这儿，有的老师会说，老师我虚步将转换重心，转换腰胯，那不就别膝盖了，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呢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虚脚我们是允许将重心移回来的，看到了吗？左腿是从虚步转化为实步，形成了相合。那么在这儿大家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在从两脚与肩同宽的步伐进行相合的时候，主要在走的就不再是你的重心了，重点去注意哪？注意腰当胯的当走后弧。你看啊，从侧面看，给大家看一下，这样能看得很明显。看身体的旋转，看到了吗？都是在以腰当胯的开合，这个臀部，尤其是臀部，在进行旋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哪种情况？就走1，凸臀，然后收过来以后凸臀，再收回来再凸臀，就是来来回回的左右凸臀，把劲儿放在哪？不是放在腰当上，是放在髋上，不是胯，是髋，把力量全都顶在了这儿。所以过程里面我们会在旋转缠绕的这种每一个小环绕的劲，都在你的左右两边来回乱顶，所以这个动作是尽量避免不要出现。那么也不能说尽量避免，不是一定不能出现。当你的左右髋胯发生了这种挑动的时候，你的中线是不是就不直了？你的整体的立身中正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身法一定要在，看到没有？随着身法的旋转，左右两胯的开合要形成一个上下折叠、左右折叠同时运转的一个相互配合。到这里大家可能就有点迷，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看过我那个抖音直播，给大家说了嘛。这个腰胯的折叠方式不仅有左右两侧的开合，也有上下两侧的折叠，是吧？那么你开合和折叠怎么去配合的？因为你的左胯向里相合的时候，如果你的右胯不上下折叠，你是不是就把这个地方顶出来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凸臀顶髋。那如果你看把你这个臀部上下折叠一下，是不是你的身体就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旋转缠绕的过程当中，你看松，这个地方折起来，然后移重心，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又折起来，然后移重心，这个地方合，这个地方又折起来，所以循环往复就是在一个相合开合之间再进行了一个上下折叠。然后大家这个地方学会了方法以后呢，一定要记住多练，这个东西不太好找，所以很多老师都会把这个劲儿憋在膝盖上，都这样，都是一拧，看到没有？都是这个地方来回乱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记住，这是一个重中之重。想要不伤身体，那就这样去走，明白了吗？好，那么来我们再继续。
好，那么高探马的这个重点给大家说完以后，那主要走的就是这种手相合的动作。那这个劲儿是什么劲儿？捧挤，对不对？就是一种简单的捧挤劲儿，将你的身法随着当走后弧、螺旋挤出去，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劲力。好，那么再往后来雕脱手，雕脱手来了。雕脱手在这儿给大家说，这是一个根部发力的动作。这儿呢，看好。这个地方你脚后跟收，或者是脚尖收，两种方法都可以，不是错的。因为脚后跟收的话，你看好有一个发力，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而且我在演练的时候也没给大家做出来。看好，它是这样一个发力，它是一种这样的一种训练方式，就是3连的连珠炮发了6个力。还记不记得当时给大家讲的这个懒扎一的这个单边里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雕脱的一个发力，对不对？那么这个雕脱的发力，你在这个地方一样是可以用出来的。那么如果你脚尖撤步，你到这个地方再去收右腿，你的力量是不好发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你跨步和脚尖这两种发力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儿我把这个跨步，在我个人的理解以及我个人的练拳习惯和经验的时候，我喜欢把这个地方也作为一个右腿顿脚的一个发力，形成了两者连续的发力，一个雕脱，一个外碰，一个雕脱，一个外碰。那么咱们原来传统的这个新架二路当中呢，它这个地方是不发力的，就是一个小撤步，收起来碰出去，收起来碰出去。所以说这样呢，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比方说打拳的风格和我一样，比较偏向于刚猛，就一打咚咚咚就来回乱抖劲儿的那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如果说老师们想要去温柔一点去练啊，这种轻轻的撤步，重重的推出是可以的。那么好，那这个动作几个重点在哪里呢？第一个是雕脱手，雕脱手。当我们的雕脱手起来以后，这个地方还是这儿，人家说这个手捏的这个动作一定是像鸭子嘴巴一样的，虽然说叫雕脱，但是咱们的这个手是为了干嘛？卡关节。你看每个人的胳膊说是圆柱体，但是你手腕这个块不管怎么看都是扁的，对不对？不管怎么看它都是扁的。所以说你为了擒拿住对方以后，防止对方螺旋去脱腕，你要怎么办？卡住以后握紧，它再去转，它是转不动的，知道了吧？你的手才真正意义上的像一个钳子一样把人卡到那儿。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再想去发力，是不是就是一拧一拖就可以发力了？所以对方手腕想跑也跑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它重点也就在这儿。那这个所谓的盾部发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盾部发力是如何去做出来的。首先第一个撤步，不管你是脚尖还是脚后跟，在你相合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拧裆合胯的一个动作，拧裆而不是腰胯先合，而是运用腰先动，腰裆的一个拧转发力带动着腰胯形成相合，这个时候你才能形成盾部的一种发力。如果说这个地方你先崩胯，那么你看你的这个崩胯的力量它是没有震脚发力的这一个作用，所以靠什么呢？靠你的腰裆拧转。这个地方拧转的同时，看到没有？左胯会主动相合，对不对？那么左胯主动相合，你的右腿就是随着过来，顺势下沉，所以过程里面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发力。然后再开步，看好，也是同样的，先拧转再发力，才能有盾部发力的动作。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发力的时候变成一种蹬腿翻胯，那你再看这个动作是不是就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扭着屁股就上了。所以我们在这运动的过程里面呢，腰裆胯它所谓的崩弹呢，又回到了咱们刚才说筋膜的那个关系。肌肉有什么？肌肉是有一个弹性和延展性的，筋膜呢，筋膜也是有韧性和延展性，对不对？那么我们在旋转收缩的过程当中，就是相当于说走了一个合裆劲儿。什么是合裆劲儿？腰裆拧转的过程当中，主动合的右胯，那么右胯和左胯之间的这个筋膜呢，牵带右胯相合，牵带着左胯向内相合，形成了根部震脚，给它带过来，而不是你把脚，它不是这样去顿脚啊。你看很多老师在一发这个一收，
一收，就是跺脚发力，你跺脚发力永远都发不出来这种啪和浑似的声音，你跺脚跺再厉害，它也就是这种感觉了，对不对？所以说跺脚一方面对你膝关节不好，同时你的这个力量是发不出来的，就你即便是在推的再用劲儿，你也就只有胳膊上的劲儿，所以靠什么拧腰合胯周身相合，这个叫什么呢？合当劲，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外蓬发力的动作。那么外蓬的时候，蓬出去的过程，右手横掌，左手立掌，续发续发，也可以发大续来回的这样去改善都可以。这是我们心架当中的一个活性。因为在这给大家说了很多种练习心架二路的方式，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心架二路里面它是真真正正做到了每一个动作都能发力，明白了吧？每一个动作都能发力。那老师说，你说高踏板就不能发，你看你到这儿，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发力？合到这儿，这是不是也是发力？对不对？到这儿，这是不是也是发力？心架二路基本上能让你所有的动作都发力，所以大家知道怎么做了吧？对不对？多练习练习，通过不同的动作来开拓你各种腰胯的一种转换，将力量发放出去，明白吗？不客气。好，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这一个点儿，很多学员全友都会犯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很多老师他是没有给你讲过的，因为他两个原因嘛，一个是你看不出来你的这个，就是给你讲了你听不懂，你这个道行还不到，还有一种就是说干脆就不想给你讲。所以在咱们这儿呢，咱们都给你讲，你练不练得出来这是另一回事了，都给你讲，你这个好好练去吧，好好练。好，这个结束之后，来，咱们把这个横掌和立掌外蓬的这个发力和这个雕托的这个发力，是不是都理解了？靠什么？拧，靠这样的一种拧。所以我们要多练习，肯定是离地面啊，莫明老师，你擦着地面，你咋会有这个震脚的声音呢？看好，看好，来注意看我的脚啊，注意看我的脚。很多老师不是好奇吗？收这个脚是怎么？看好，如果说你是擦着地面，你出来这个声音是动，那如果说你离地面，啥感觉？你知道吧？不一样，对不对？咱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云手。我问咱们云手，你是擦着地并步，还是把脚尖抬起来并步？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完完全全看个人习惯了。有的老师就喜欢擦着地，他觉得这样能发出力；有的老师不喜欢这样擦着地，而是直接的一个哒哒，就一个小根部。云手也是一样，看，给大家去看老家一种开步，这样的云手发力是不是也是根部上，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发力原理跟云手很相似，但云手不让你发力，这个连珠炮跟倒麒麟它是让你发力的，所以这三连发力你自己考虑嘛，你是觉得根部劲儿大还是擦步劲儿大？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擦，不是擦步啊，是擦着地面的擦步。有这样的练法，有专门是有专门这样练的，但是这样练的话，你首先要想到两点，我不建议大家擦地练，因为我见过有这样的一个练法，因为从我在学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上了大学学习这个运动生理了嘛，我给大家这样说，如果你擦地的时候，注意看你领劲儿，即便是你腰当胯进行相合，你注意你有一个劲儿是从这儿出来的，你看到没有？你的膝盖会轻微的一个内扣，靠你的膝盖内合把你的脚擦过来，再形成一个震脚。那么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膝盖内侧是不是就有点不太舒服了？所以给大家说到这儿，大家自己体会好不好？那其实就是这一个原因，因为我老觉得膝盖过度的内侧外侧受力是对腿不好的一种情况，但是膝盖也是允许简单的一个左右旋转的，不允许复杂的左右旋转。什么叫复杂？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复杂的左右旋转不要出现，这种简单的可以有，但是尽量不要有，因为咱们为了保护好膝关节，你震脚发力啥的，都是要让你的腿沉到，就是让你的劲儿往脚底上走，
它不可能因为一个根部就把你的膝关节往里内拖了，是吧？好，那是这么一个理由。来，再往后来，连珠炮结束以后到麒麟。好，推完之后，来先看动作。好，双手相合，来注意看正面。推完之后，来相合，左手逆缠，右手顺缠，形成一个相合的一种劲力，在哪？合于你的身前。捧，相合以后顺势摆脚尖，变，左手与右手同时逆缠，同时顺势摆右脚尖，重心从右腿转换到左腿，画圆的同时摆脚尖，左手上撩领左腿，以右脚脚尖为轴，扫腿转身过，转过身以后，左手立掌上捧，右手藏在自己的腰胯间。好，根部穿掌。好，再看一下，走，推完之后，走合，摆脚。好，重心在左腿以后，脚后跟，右脚脚后跟为轴，摆右脚脚尖。重心移至右腿，左手顺缠上捧，右手顺缠下捋，顺势左手领左腿，然后摆脚转身过来落地。重心这个时候还在右腿，那在右腿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为什么在右腿啊。落到这以后，左脚脚后跟落地，左手立掌，右手藏在腰胯间，蹬右腿，这个地方就开始蹬右腿了。蹬右腿，白蛇吐信大家知道了，这就是白蛇吐信的那个劲儿。所以说蹬右腿向前穿掌的时候，左手按掌与右手穿掌形成一个前后上下的一个斜角对拉，根部拧裆发力走上。同样也是一个蹴步，这个地方和老家二路啊，对，大家没有学老家二路，不好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它也是一种蹴步，但这个蹴步它是，就像老师们说的，这个是擦地还是不擦地？这个就要擦地。开步，这个就是擦地，因为它是个蹴步，又给大家说一下为啥。好，来再看一下，收完之后，好，捧出去，啪，合。看好，双手左逆右顺，螺旋相合，摆掌摆脚画圆，同时领掌扫腿转身过来，亮掌折叠相合。好，蹬腿拧裆，蹴步穿掌对拉走，再来蹴步，再来蹴步，连续3次的一个发力啊，这个是倒麒麟。来再看一次，走，收过来，捧出去之后，合，摆脚画圆，扫腿转身，亮掌顶势，走1、2、3。好，刚才我这一遍演示的比较随意啊，当然大家练习惯练熟了也可以随意一点。来，再来从背面走，捧出去之后，合，松右胯相合摆脚尖，松左胯相合摆脚尖。好，画圆打开，摆掌摆脚，落，走1、2、3。好，来侧面再看一下，走，捧完之后，走合，看好，注意双手怎么合，走合，摆掌摆脚，扫腿转身，落脚，走1、2、3。好，换个方向再看一下，走，捧掌，合，摆掌摆脚，扫腿转身，落，走1、2、3。好，下面给大家说这个动作的一个细节。第一个，当我们在做倒麒麟的时候，双手的一个转换，很多老师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双手转换就是从大家如果是在课下有老家二路练习方式，一直都弄不清楚这个圆到底咋画，对不对？在这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我看各大老师在练习这个二路新架或者老架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这个样子。
因为我在学习二路期间的时候，我第一个老师教的是相合，然后画圆打开，然后第二个老师教我的是先画圆，然后到这以后合住，再画个圆，再穿掌。所以在这呢，我给大家分享了我第一个老师给我教的这个相合的动作。那么给大家演练的时候，我也是按照第一个老师教的动作一直在演练。所以过程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新架二路的多样性。新架已经不同于老架，它有那个工整规定的要求局限性，对不对？它就是像是什么呢？就是老架一路就像一个公式要求一样，这个东西告诉你1+1等于2，你就必须得按照这个公式一直给我练。那么到新架的时候，就相当于说是你用这个公式的基础带入到了不同的算式式子里，然后通过你自己身体的理解以及你对劲力的理解、动作攻防含义的理解来进行不同的开发。所以说，包括在教学我的老师，就是一种是相合，直接画圆打开；第二种就是画个圆，摆脚尖，然后再画个圆，再摆脚。所以说，两位老师在教我新架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个疑问，但是两个老师说，哎，你的那个之前那个老师教的也是对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老师们都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包容性了。所以说，在这儿给大家两种形式都告诉大家，你可以这么练，你也可以那么练，都是对的。在我这儿教学学习方式很活套，知道吧？好，捧出去之后，来第一个动作，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相合，相合是为了干嘛？相合其实它不是为了走这个手上的劲儿的，这个地方的相合，它的动作一定要记住，在这个位置捧出去，啪，膨胀以后，看好，它是因为什么去相合呢？而是因为我们的松胯旋转，因为下一个动作要求是啥？要求是转身扫腿，对不对？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先通过身法的这种蓄力摆掌，然后来将自己的这个腿形成一个能扫转的一个身体预备动作，是不是？那么太极拳的那个要求就出来，就像我给大家说的公式要求嘛，对不对？1+1等于2，你必须得按照那个要求给我练。那么当我们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你松右胯，那你的以身领手必须要把劲力传达到你的手上和梢节上。所以在这儿捧的时候，你看身体这样一合，是不是手就形成了一种相合，对吧？然后摆脚尖，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右手往外去领，左手向下去打，身法因为在右转，对不对？拨浪鼓这样的一个感觉一下子出来了，是吧？然后在扫转的过程当中，蹬左腿，蹬，一定要把左腿蹬出来，蹬出来以后，看有一个撩挂的动作，你想顺利的转过来，一定要撩挂，你才能转得更稳，转得更好。很多老师说这个地方一转完以后都栽到这儿了，原因是啥呢？原因就是我们在扫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撩挂没有做好，明白了吧？撩挂过来之后，腿它是弯的，很多老师撩的时候，你看一扫唰，看到没有？落地腿是直的，所以说你的重心会往前栽。为啥？因为你的小腿会有一个向下的惯性，有一个向下沉的劲儿，所以会拉你的身体往下走。那么当我们形成了这种，你看一扫一挂，再落，是不是你的身体就不会往前去栽了？因为你的腿是沉住的，是挂起来的，所以你再去落就是先松沉下落，对不对？所以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先相合，随着身法的转换而去进行摆掌转身，看手脚相合，和老架一路当中让咱们练的那个外三合要求是不是一样的，对吧？那么来，我们继续往后，那合到这个位置之后，咱们的手与脚是不是就形成顺势的一个藏手领掌？那这个动作就最简单了，按掌或者是下捋下踩，踩怎么踩？这个地方给大家说步子，下踩的时候，你看腰当的拧转向上穿，左手下捋，右手上穿，形成一个前后的对拉，左手放在腰胯间，右手沿着自己的中线旋转向前去穿掌，对吧？那这个劲儿它穿的是比较短的，因为它的这个身法为什么？咱们老架一路的身法是不是很大，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手要放得更远。那当我们这个身法小的时候，你就相当于说这个人就跟你就这么近了，一蹴步稍微往前一走，噔就上去了。所以这个攻击距离变短以后，你的劲力也会随之变短。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劲儿做大，就这样你也可以多往前穿一点，这是允许的。所以说很活，你能灵活去用。那么好，重点来了，你的这个步子它是怎么动的？首先第一个咱们刚才讲了，
连珠炮的动作是根部震脚，对不对？因为要你的腰裆相合。那么好，那这个穿掌的劲儿，大家想一下，我们在做白蛇吐信的时候，是不是蹬腿移重心，翻胯穿掌，对不对？那你在这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的要求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看好，你在松胯下沉的时候，右腿上是不是蓄上了一股劲儿？它能怎么样？它能往前蹬啊，对不对？你连珠炮，你是蹬不了的，你一蹬胯都这样翻出来，那这个可以让你蹬啊，你看一蹬，看到了没有？你这个是可以蹬的，你也可以就像连珠炮一样触根部，你也可以，看到了吗？你的这个胯看到了没有？这一瞬间是有一个崩转的一个翻腾，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这个动作，你的脚尖是朝向于哪？朝向于你发力方向。那么你的这个右脚脚尖就是可以蹬腿转换的。那你再看我们的左腿，刚才在连珠炮为啥不让大家蹬？因为你这个时候一翻胯，你的劲儿是往这儿走，但是你的连珠炮是往这儿走的。所以说，在这儿再给大家牵出一个新架当中练习的一个理论，包括很多传统太极拳当中都要包含的一个理论，就是你的脚尖朝向和你的发力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延寿拱拳，上部相合，看蓄力，看到没有？你的右脚脚尖是不是朝向于基本上跟你打拳的方向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过程里面，你蹬腿，你的劲儿才能放出来。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你看脚尖微微外摆一点点，一蹬腿一跟或者一蹬腿一簇，劲儿直接歘上。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个动作它的这个内容也没有那么多，在这儿呢就给大家整体的一下讲完了，然后剩下的时间我给大家把这个完整的今天学习的内容给大家打一遍。好，从云手这个地方结束。好，下捋，走上，手和脚合，顺势打开，手开脚开，捋，好转，顶，好走，领，注意不要凸臀，不要把力量放在你的自己的胯上，走一，走，摆，好，这是今天咱们练习的3个动作。好，如果有疑问的话，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把这个问题在群里艾特我一下，然后录成视频，然后老师们给大家就是说一下，老师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不要直接拿一个视频就让我看，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话，我要给老师们讲问题都太多了，没法讲。所以老师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对哪些动作有疑问，就像今天老师们问的问题就很好，在你有疑问的问题上去提出来，并且把那一小段给我录下来，让我看一下你到底哪点不对劲。不要老是一路录一大段视频，这样又耽误咱们的时间，又耽误咱们在学习过程当中的这个逐个击破，就是咱要点着重点去问，知道吧？好，那么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好，下课，辛苦了，拜拜。好，多练习啊，有那个啥的时候，那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多提问题，不懂的地方多提问。拜拜。